我知道有时候我的脾气很暴躁，你对我很不满意。我也知道你可能今天会离开我了。结婚2年多了，孩子也1岁了，他对我从来不闻不问。我觉得自己这个婚结得太草率了。今天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，对不起，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我要把我所有的委屈全都说出来。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陈先生，31岁，来自河南个体；女嘉宾石女士，27岁，来自河南家庭主妇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今天是被夫人拎来的，对吗？对。干嘛？告诉大家，咱平静一下情绪啊，我感觉我们结婚太仓促了啊，认识不到3个月就结婚了啊，彼此不够了解，结婚之后发生了很多矛盾。当时他跟我说家里有病人，想把婚事办在上司前面，我才同意结婚的。那当初我什么都跟你说了，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你也同意结婚了呀。你是跟我说了，但是你没跟我说你已经跟前女友订婚了呀。是因为前女友离了婚，带着孩子，然后家里人不太同意，你才选择我的吧？那也不是说跟那个他带着孩子家里才不同意，那前段时间你怎么又跟他联系上了呢？还翻他朋友圈，看他动态。跟他分手之后，都不可以做朋友了吗？你对他那么伤心，你对我跟宝宝有那么伤心吗？我哪有对？还知道他最近在考驾照，他考驾照关你什么事呀？就是跟那天跟他聊天。你跟他聊天不就是想旧情复燃吗？什么是旧情复燃呢？来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结婚几年？结婚2年了。已经有孩子了是吗？有了，孩子1岁了。前女友是订婚的是吧？是的。在农村的习俗里，订了婚基本就差不多了呀，怎么后来又没成呢？什么原因啊？就是订完婚之后，最后他跟我说，现在又不想结婚了。等于前女友蹬了你，是这意思吗？然后你们俩又好上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是。那现在怎么又跟前女友联系上了呢？就是前一段时间他加我微信，问我干嘛呢，我就给他回复了。不是，那你联系他干嘛呀？他是加的我。对，他加你，你可以拒绝他呀。家出事儿了吧？快要生孩子的时候，本来说好的提前1天去县里面的，然后那一天你干嘛去了？那我不是跟朋友钓鱼去了。我不是问你了，你也没说去，还没说不去啊。我那2天就要生了，预产期就是那2天，那2天多危险呀！你不陪在我身边，你还跑去钓鱼。钓上鱼了吗？啊，兄弟，钓上。哎呀，你心够大的了啊！然后您自己去的医院。然后当天晚上疼得受不了的时候，他回来了，我们才匆忙借了车到医院。凌晨3点，我们的宝宝就出生了。哦，行，这不挺好，反正生了吗？后来呢？生下来后，伤心的，哦。他抱着宝宝就下3楼了，我自己在4楼，输液一直输到天亮，口干的，直掉皮。医院的医生护士都问我，都问我你的家人呢？怎么就留你自己在这儿呀？我连手机都没有，我还是借的床友的手机，打的电话才上来推我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输液可以下去啊。不是你干嘛去了？我在底下看着宝宝。宝宝有咱妈看着吗？那你就不知道上来看我一下，那你还是没把我放在心上吗？为啥不去看老婆啊？我以为他在那个上面输液，输完液再下来呢。哦，所以你觉得不需要陪是吧？那你也不至于一夜都不看他呀。也没有说一夜。然后在月子里面，他还是3天2头跑去钓鱼，基本上每天都是，有时候连早饭都不吃，中午就在那啃个方便面，都愿意在那待着钓鱼。我去钓鱼不是为了给你吃的吗？你是钓鱼要给他熬鱼汤是吧？哦，您还那你纯粹是为了你的兴趣，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我。哦，坐月子是谁陪着坐的？你母亲还是婆婆？我婆婆
他有时候下午也会出去玩一会儿，啊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带的孩子。啊，然后院子里有时候我就洗个脸洗个手，宝宝拉了尿了，赶紧叫我，你就不会换一下那不是吗？我不会换尿布吗？那你就不会学一下吗？吗？那我不是一个一个学的吗？然后他还老是不听劝，总是一意孤行。本来这2年都没挣什么钱，他还一意孤行跟着父母去南方开了一个早餐铺。我在那个附近开了一个护肤品店。后来婆婆检查出来肺部有一个阴影，啊，我当时就跟你们说了，那不是也是担心我妈吗？我当时跟你们说，咱们在那边确诊一下，然后再下定论，再关店铺。你们非不听，非要把店关了，那才开了1个月才起步呀。然后关了店铺，拉着七东八西的东西全部拉回来，我们赔了个精光。那一天还下了大暴雨，我们走在高速上，发生了车祸，我头部受到了撞击。然后到医院里面，医生说建议观察20小时，他非不让在医院待。我怕宝宝睡不好，还有就是给医院里边细菌那么多，那你假如担心都是你没事多余的给宝宝再生病了，你说怎么弄？那担心都是多余的。我抱着宝宝回去的时候还踩到了泥潭里，身上弄得湿哒哒的。那我跟你说了，让你走边上，你不听。那我抱着宝宝呢，脚底下滑，那也是难免的嘛。我去车上换衣服，换了个短裤，你把我骂了一顿。那车上不是东西太多了吗？是啊，不是找不到吗？当时我就跟你说了，便宜卖掉，便宜卖掉，你非不让，你非得便宜卖拉回来掉能卖。几个钱？然后现在不是还在那堆着吗？那我怎么知道回去就不开早餐铺了？后来咱们检查不是也没什么大事吗？你们就是小题大做了。那现在是个什么生活状态和生活情况呢？现在他去外地工作了，啊，然后留我自己在家照顾宝宝。等于他现在出去打工了，是吧？这个他平常对你怎么样啊？平时对我也挺不上心的，啊，经常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看手机啊、玩游戏啊之类的，也对我也从来就是不闻不问的。哦，这个就从来不跟你说话是吗？说话也老是发脾气，冲我吼。就有一次我在车上给宝宝换尿不湿吧，他冲我就是劈头盖脸的就骂一顿。我在车上换尿不湿怎么了呀？不就是弄脏了一点吗？那你怎么不可以给在底下换呢？在底下换，你不是当时没法给我地址吗？那还有，我爸看我们2个在那吵架，我爸来劝你，那你不是叫我爸说了一顿吗？那时不是刚发生完车祸，然后心里不是都很烦躁嘛，然后我是主要是对你发脾气，我没有针对他。哎，你们结婚2年就没有一些美好的这个时光吗？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什么结婚纪念日啊，过个生日啊，就没有这种美好的？没有，他从来都没有给我过过什么。我们结婚2年了，然后2个生日都是怎么过的呀？第一个生日是完全飘过，什么？那我不是在外地吗？我又没在家。你没在家，你一个信息都不会发吗？一个那电话都不时候太会打吗？忙了。然后第2个生日怎么过的呀？你极不情愿的到镇上买了个那什小蛋糕。么是极不情愿的呀？那我不是带着你去买蛋糕了吗？是买蛋糕了，买蛋糕，然后回去后中午就吃了那个蛋糕，然后喝了点面汤，晚上还是剩蛋糕，喝的剩稀饭。那家里明明有菜，你就不会做2个菜吗？那你也知道，给我炒的菜不好吃，那我给你炒了，你会吃啊？哎呀，2个小孩过家家啊，这个真有意思。现在你在外面打工了，就把妻子和孩子扔在家里了。他们2个在家。为什么不一起跟他去打工啊？因为婆婆她身体不好，她自己没法完全带孩子，所以我还是要在家照顾孩子。那你今天来到底是干嘛呀？你看拉拉杂杂的说了很多事儿啊。第一件事说，大概他的逻辑我现在明白了，因为你逼婚，所以我着急嫁给你了，我并不了解你，是这意思吧？所以婚后的生活，你觉得你是天下最不幸福的女人，是吧？你看，这个坐月子对你不好，怀孕对你不好啊，这个跟前女友还有关联，对吧？做事情从不跟你商量，一意孤行。
即使是出了车祸这种情况还不知道关爱你，对吧？最让你难过的是你生日的时候吃的都是剩饭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日子过的2年呀，很黑暗是吧？所以你想怎么着？离婚是吗？分开是吗？我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，然后把我的委屈全都说出来，让大家都知道，我这2年其实一直都在忍让着你。啊。这种日子我真的不想再跟你这样耗下去了。啊。我在家给你带着孩子，还要天天受你的气，为什么呀？啊。来，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给出解决方案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博红兄，妻子临产你去钓鱼，妻子坐月子你又去钓鱼，你真的是为了给妻子做鱼汤喝补身体吗？是。你真会顺杆子爬。农贸市场什么鱼没有啊？买几条就解决问题了吗？关键是你心中没有多少妻子的位置。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一见钟情立马结婚，一怒之下立马离婚。这不仅仅是对爱情的态度问题，更关键是疏忽了自己的责任，婚姻责任。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了。我认为要解决问题，2个方案。如果双方都有这样的一种意愿，我们去修补。因为以前我们也有先结婚后恋爱的，关键是双方愿意，我们共同的去磨合，去弥补闪婚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苦恼和烦恼。如果再这样继续，互不相让，互不尊重，互相伤害，我建议还不如分道扬镳。好，谢谢博红兄。来，于老师。标准的那种大男子主义那种情节，从几个细节可以看到，啊，那个尿布子我不会换吗？那有什么不会换呢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听你最多的时候我跟你说了，你的日子就靠说过的吗？你是高高在上的那种所谓的爱，但人家感受不到，这个你真的要反思一下了。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。严于律他，宽以待己，啊，对自己的标准就特别宽泛，对他要求反而特别高。哪句话他没做到、没听明白，你就去指责人家，但是你又干了啥呢？对吧？所以你做的真的少啊！我们作为男人，应该反思一下这一点。实实在在讲，你做的真不够。今天也不讲什么大道理了，我就说你做的不够，兄弟，好好的疼爱你的女人。这个不要那么高冷了，不管你是什么家庭、什么身份都没有关系，什么文化，今天这个时节要尊重他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于老师。来，曲总，挺不容易的吧？很多事情都是猝不及防的，瞬间你会觉得自己压力非常大。你在家是不是一直都听你父母的话？是。其实自己是缺少一定的主见，以至于缺少很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。比如说，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啊？还是因为家里催得急嘛，对不对？以你的想法，其实不应该这么快结婚。为什么要去创业呀？男方创业也是跟随父母去的，对吧？为什么自己的母亲在身体有可能出现情况的时候这么慌乱啊？一切都是以母亲的生病为主。这边可能出现了突发事件，还不知道怎么应对，都不管不顾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是一个坦白说还是没有长大的孩子，一直是在父母的庇护下，所以你其实缺少一定的这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的。匆匆忙忙的结婚，又很快有了小孩，又一个角色落在了你的头上，那就是父亲。你还其实没做好一个老公，然后就马上要做一个父亲，各种的生活当中的慌乱就产生了，包括你去钓鱼，我就在想你为什么去钓鱼，其实是一种逃避，因为在那种状况下，其实是没有人给你压力的，你只是在等，你就在等那个鱼儿上钩，你从不知道去主动，因为你缺少这样的魄力。可是呢，你已经是长大了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成为别人的老公、孩子的父亲，你必须让自己能够有应对
这种突发事件的这种能力。如果没有，去学习去锻炼，千万不要逃避责任，不要把责任推卸给另一方。所以说要以身作则的去担起自己责任，才能解决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，在你们那儿上电视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儿？我没有说，没有跟家人说，但是放了之后他们会看到啊。看到我也不害怕。你当然不害怕，因为你已经一直习惯了这样，把所有的事情大扬于天下之下。你把他和前女友约会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里，不就是让大家都知道吗？发到了家人群里面。对啊，家人群里面。你好像一直很习惯于一种这种方式，就是要把他的那点事儿闹得满城风雨。如果你这样把这件事情洋洋洒洒的让大家都知道了，你怎么收场呢？事实上，你今天来不是想要离婚的，你是想要把这委屈说出来，对不对？结果你想过没有？结果。对，这样说的结果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结果就是想让他对我好一点，对我。你上次把他的那个事儿发在家庭圈里面，效果好吗？他由此而改变了吗？没有吧。所以你这次又重来，你很不喜欢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啊，你做任何事情，你要想想这个事情的后果到底是什么。有些女人就像你一样，一旦发生了事情之后，先把它给闹出来，先闹，让大家都知道。但到了最后过日子还得在一起过，结果自己又收不了场。你往往把你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你的眼泪，寄托于公众舆论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你首先要有自己解决家庭的矛盾的能力才行。你没事你就闹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看完了之后还得你过日子。至于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钓鱼呢？他就是那上了钩的鱼，上了钩就不用再喂饵了是吗？就不用再对他好了吗？用它来冲洗，让他生孩子。但事实上在这段婚姻当中，你对他和前女友并不公平，你说是吗？你说前女友学个驾照你也那么关心，他生孩子你去钓鱼，是不是？你说公平不公平？不公平。对，我们不说你有什么多大的罪恶或者什么，但至少在你心里的这杆秤是不公平。而事实上，前女友之所以跟你没有在一起，她退婚的原因是想多要彩礼，你们家拿不出，所以才退了婚。所以按道理来说，同样是两个女人，一个女人是过河拆桥，中途变卦，而这个女人恰恰是帮助了你们家庭，而且还任劳任怨，照顾你的父母。所以你说你对这两个女人公不公平？不公平。这既然不公平，你为什么没有点愧疚之心呢？你为什么不在生活当中多给她点关爱呢？疼自己的老婆其实不丢人，明白吗？行了，你也别哭了，以后别闹了，别以为把这事儿闹得大家都知道，就会对她形成压力，而事实上会让她更加反感。任何事情首先要想自己怎么解决，不要永远想着让大家来帮你做这个主。你把自己那杆秤衡量一下，对于他你是否有愧疚？如果有愧疚，如果觉得对他还有爱，还年轻吗？好吗？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其实诉苦诉了一大堆，无外乎是两点嘛，一点是我不被关怀嘛，第二点是我没有融入家庭嘛，叫不被关注或者叫不被尊重嘛，对吧？学会商量，好吗？剩下的事儿我相信你们没问题，老师们该说的都说到了，你们记住老师们说的话，好吗？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。老婆，我对不起，我知道跟
我之前老是对你发脾气。其实吧，你在家对我父母都挺好的。我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你总是令我伤心。希望你以后对我好一点，对这个家多负点责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来，请亮灯。谢谢两位，来打开你们的爱情记忆箱，看看都存了一些什么记忆。拿到门里面去看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来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这对夫妻的选择，请开门。男生先把女生存的记忆拿出来，我们看看是什么呀？给我们看一眼。我们结婚的照片，婚纱照。为什么放婚纱照啊，姑娘？他那个手机后面就经常放着个钱包照，然后我就感觉他对我还是挺上心的，就是在他心里挺重要的，就是有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怎么来表达他那种爱。就是高高在上的爱让我感受不到。哦，你那啥呀？我这个是我们结婚当天的那个 U 盘吧。你送这干啥？为啥把这个作为记忆？我们结婚的时候给找了一个，就是录像的，给录了一个这个视频。我感觉那时候给我们结婚的时候给他也蛮好的。你们这个如果是存着这个婚礼之后的一些东西还有意义，现在你们发现了，原来你们的很多美好的记忆都停留在婚礼上，以后把这个更多的美好写下来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别断。来，谢谢。祝你们能早日团聚，开心生活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